同学你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摄影艺术创作。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话题呢是空间感。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来讲啊，一个事物和另一个事物之间在空间当中的存在关系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到了摄影当中，可能它就变得不一样了。平时我们最熟悉的是二维空间当中，也就是横向和纵向这样的两个空间。但是对于纵深空间，可能在一个平面的二维图片当中，要想表现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的是不同的物体，它们在空间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纵深方向上的存在感。在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是大家平时的拍照当中，这样的照片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一种有趣的照片形成效果的，恰恰就是在于透视。当然，透视在我们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当中，事实上是有两种类型的透视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叫做几何透视，又叫做线性透视，也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来讨论到的。还有一个透视呢，是我们在下一次课上要说到的空气透视。对于几何透视，或者是又叫我们的这个线性透视啊，事实上就像这个图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它呈现出来是我们最熟知的近大远小的概念。但是除了近大远小之外呢，就像我们在这个图上看到的一样啊，有一个地平线，这个地平线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视平线。在这样的一个视平线以上的部分呢，我们的所拍摄到的这些事物的，它们会呈现出近高远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而在视平线以下的部分呢，它则会呈现出近低远高的效果。当然，就画面当中纵深方向上的这些平行线条呢，它们又会形成一个向内汇聚的这种效果。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几何透视的效果。当然，对于几何透视而言，我们到底应该在平时的创作当中如何来呈现它们，来更好的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空间存在感呢？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些图例。首先看到这个图例，这个角度应该说它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正面角度。在我们的创作当中，不管是拍什么样的物体，当它们的空间存在，我们打开我们的角度，或者说稍微对我们的角度进行一些偏转，比方说选择斜侧面角度，可能得来的效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多的呈现出来了一些这样的几何透视的效果。当然，类似的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张照片，不仅仅是选择斜侧角度，还包括选择仰角度，还有一些必要的情况之下选择俯角度。我们现在看到了建筑物本身的这种高大，如果想带到尽可能多的它的这样的一个全貌，站得更远是一种方法，但更多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种方法并不现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斜侧，同时呢配合着仰角度。对于这样的一个高大建筑来讲，它的这样的一个在空间当中与其他事物的这种相对的这种空间存在位置关系会呈现得更理想。对于我们实际创作当中这样的一种照片呢，它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必要的选择一些前景和我们拍摄的主体之间形成一些空间位置关系的同时，也能够更好的，比方说像这张照片当中以小见大，烘托出你要拍摄主体的这种高大雄伟的气势。刚才我们看到两张事实上是仰角度拍摄，而这张呢是俯角度拍摄。一片麦田，麦田的远方呢是我们要拍摄的，或者说是我们要引导观众视线注意到的。我们的镜头仰一点，用更加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也是可以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张照片在拍摄的时候啊，它更多的选择了微微的有一些俯角，所以呢，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镜头前方的这些作为前景存在的麦田，以及麦田与麦田这个一垄一垄之间的这种线条啊，事实上就很好的帮助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几何透视的效果。这样的一种几何透视所带来的这种线条向远方的延伸汇聚，很好的集中了观众的视线，同时引导了观众的视线看到远方作者想让观众看到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呢，其实在刚才讲到的，不管是仰角、俯角，或者是选择斜侧面角度，其实都是一种方法。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镜头本身还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呈现出这样的一种透视效果。我们来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图，这个图呢，从技术层面来讲，它很好的解释了镜头的焦距不同长短，尤其是短焦距镜头我们一般认为的这种标准镜头以及长焦距镜头，它们在空间前后空间的不同事物之间，它们在画面当中最终拍摄下来的这种大小比例关系变化。我们在中间的这幅照片和左边的这幅照片当中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
物体它们的真实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因为镜头的焦距选择不同，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是它们在画面当中近大远小的效果，这自然是差异很明显的。从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讲，我想也就不难理解，近大远小的效果被进一步的放大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镜头呢？毫无疑问，短焦距镜头可能是更理想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照片，其实在我们的很多创作当中其实经常被使用的。我们来看这样的2张在纪实摄影当中所使用到的例子。我们看到的这一张是来自于一个战争的地区。从这张照片当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最想强调和捕捉呈现的是画面当中最前端的2个可能因为战争战火而失去生命的孩子，抱着他们的是他们的家人。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它重点要强调的肯定是2具孩童的尸体，还有他们家人最悲伤的表情。但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狭窄的巷子当中，它并没有忽略的是远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在这个画面当中，怎么样来强调出主次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画面当中，短焦距镜头很好的帮助强化了这样的一种近大远小，让主体更加的突出，也就是近处更大。当然，远处的环境作为一个必要的存在，它并不会很抢夺视线，所以同样通过这样的一种透视关系，也很好的被保留在画面当中。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张，这一张照片呢，拍摄的也是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我们看到了3个警察在拖拽着一个抗议示威的年轻人，直扑镜头而来。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短焦距的拍摄呢，很好的利用空间透视关系，强化了这样的一种现场感，同时让画面也变得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说到了短焦距镜头，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有的时候在我们创作当中容易被忽略的，往往我们会认为短焦距镜头可能更多的适合用来拍摄大景别的东西，而长焦距镜头适合用来近距离去捕捉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小景别的东西。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同样也可以用短焦距镜头，利用它的这种在几何透视关系上所能呈现出来的优势，我们来拍摄一些近景照片。比方说这一张照片，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拍摄的主体应该是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以中近景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脸上表情是作者最想抓取的，但是配合着这样的一个表情，背景当中一些必要的这种信息交代和环境氛围的交代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短焦距镜头发挥了它的一个作用，近大远小很好的突出了前面的主体和后面的背景之间的这种大小比例关系，强调了主次关系，也更好的突出了主体让观众看得更清楚，同时呢有必要的保留了重要的一些信息在背景当中，近大远小很好的帮助凸显了这样的一种关系。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要提到的空间透视关系当中的这种几何透视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当然刚才我们其实给大家梳理了就是在实际的创作当中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手段在镜头的选择上，尤其是我们在强调短焦距镜头能够更好的帮我们呈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好，这节课就是这样，谢谢大家。